大家好，我是念双。最近有个现象很诡异，一方面总理李强被派去美国，名义上是缓和关系，姿态低到了尘埃里，结果连一个像样的美方官员都没见到，几乎是灰头土脸的被李送出境，这在全球外交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羞辱。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北京却通过内部渠道向川普团队传递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强硬要求，未来任何经济协议的前提都必须是川普公开反对台湾独立。注意这个词，不是过去那种模糊的不支持，而是立场鲜明的反对。更诡异的是，就在李强灰头土脸回国的同时，新疆和重庆却传来了杀气腾腾的军事动员信号。新疆军区主官被火线换上一个专搞空中突击和斩首行动的空降兵将领，而重庆则开了一场几十年来闻所未闻的义军会，公开讨论国防动员。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景象同时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很多人说，这是因为内部有鸽派和鹰派在斗争，所以政策才会摇摆不定。但这个解释或许在5年前还成立，但今天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因为要理解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必须看清3条同时在燃烧的引线。我们先来看第一条线索，这场来自党内元老派的致命反击。很多人觉得习近平通过10年的反腐和集权，已经大权在握，无人可以撼动了。但这种看法忽略了中共这个体制最根本的运作逻辑——权力平衡。当习近平打破了所有平衡，把所有权力都集中于一身时，他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所有派系共同的敌人。这场反击则是通过刀刀致命的反腐运动来展开的，而主战场选在了福建。为什么是福建呢？因为那里是习近平政治生涯的起点，是他所谓习家军的龙兴之地。在这里动手，政治信号之强烈，不言而喻。我们来看看落马的几个福建官员。首先是龙岩市科协原书记张春燕的案子，通报里给他定了一条极其罕见的罪名，违反议事规则，擅自对集体研究的内容做出重大调整。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是什么？就是党内已经集体决定的事情，你一个人就敢推翻？这哪里是在说一个处级干部呢？这根本就是指着习近平的鼻子在骂。全党上下谁不知道那个搞个人独裁最严重的是谁呢？所以在福建这个地方用这样一条罪名，就是在向全党宣告，我们现在要清算的就是这种破坏党内规矩、搞个人说了算的错误路线。元老派的刀法可不止于此。福建华安县原县长陈东海搞形象工程，建宁县委原书记林大茂为了个人政绩强行向企业摊派，这不就是习近平执政这些年最被诟病的那些问题吗？从雄安新区到各种烂尾的千亿工程，哪一个不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呢？抓这些地方官，实际上就是在打脸最高层的执政模式。而且这些人很多都是当年习近平在福建主政时提拔起来的。元老派通过这一连串的抓捕，就是在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你们的人，我们想抓就抓；你们的老巢，我们想端就端。但这把刀最狠的一刀，直接指向了习近平最核心的盟友栗战书。9月26号，河北省一个叫张锡军的官员被判处死缓，附加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他贪了 3.17 亿，数额巨大，但比他贪得多的高官有的是。之所以判这么重，关键在于他的后台。据内部消息，张锡军当年能够一路高升，背后真正的靠山就是前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要知道，栗战书不仅是习家军的核心成员，更是当年帮助习近平修改宪法、取消任期限制、搞个人独裁最关键的操盘手。在胡锦涛、温家宝这些元老派看来，栗战书就是那场非法政变的核心成员之一。所以这个判决根本就是在逼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死缓这2个字是悬在他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制造极致的恐惧，终身监禁不得减刑，是彻底毒死他所有幻想，告诉他后台已经保不住你了，而给他留一条命，就是在引诱他开口交代和检举栗战书来戴罪立功。元老派通过司法系统把案子办到这个地步，就是在做实栗战书贪腐卖官的证据链。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先剪除羽翼，再动核心。这场反腐已经变成了一场有计划、有步骤的政治清洗，
目标直指习近平的权力基础。面对这种来自内部的步步紧逼的绞杀，习近平的选择是什么？他没有选择妥协，而是选择了最危险的一条路——军事冒险。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条线索。当党内的规则已经无法再保护他的时候，他试图把整个斗争的场景从他不占优势的党内会议转移到他认为能够绝对掌控的军队。有2个异乎寻常的军事信号，第一个在新疆，一个叫文东的将军被火线提拔为陆军中将，掌管新疆军区。这个人过去的履历是什么？空降兵，空军少将。而空降兵是干什么的呢？这可是打突袭、玩斩首的精锐部队。把一个最擅长空中突击、长途奔袭的战将安插在中国西部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上，这绝不是一个镇守边疆的配置。因为新疆的地理位置极其敏感，往西是中亚和俄罗斯，往南是中印边境，腹地还有中共最核心的核武器试验场马兰基地。而美国人正好要重返阿富汗的巴格拉姆基地，那个位置就是一把顶在新疆咽喉上的刀。所以习近平派一个空降兵头子来，不是为了防守，而是把新疆当成了未来潜在冲突的进攻跳板。这已经不是为了维稳，而是在激活整个战区。第2个信号来自大后方重庆。9月24号，市委书记袁家军，他是习近平的铁杆亲信，亲自主持了一场高规格的义军会。在会上，他反复强调的不是别的，正是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在其他地方大员还在用深刻领会这种模糊词汇给自己留后路的时候，袁家军直接喊出了坚定拥护。而且他用的词很有火药味，强化练兵备战，保障打赢能力、打仗意识。最关键的是，他提到了一个极度敏感的词——国防动员。而国防动员是什么概念呢？这是一个国家在确认战争即将爆发时才会启动的最高级别紧急状态，意味着要把整个城市的经济、交通、生产全部转入战时轨道。但在一个直辖市的市委会议上公开讨论这个，在过去几十年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在习近平的剧本里，战争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可能性，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所以习近平在党内失势之后，试图通过制造战争危机来强化自己的领袖地位，绑架整个党和国家来压倒党内的反对势力。习近平这是要把整个牌桌都掀了。他告诉所有人，如果你们要我下台，那我就把整个国家都拖入战争。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绑架。而且这场内部的权力斗争已经激烈到开始向国际社会传递信号了。普京的侄女，俄罗斯副防长安娜·齐维列娃最近访问北京参加香山论坛时遭到了极其明显的冷处理，官媒没有突出报道，高层也没有安排会见。要知道，在前1年俄罗斯防长绍伊古来访，还获得了新华社的特别报道。为什么仅仅几周之前，习近平还和普京高调会晤，声称2国关系达到史上最高水平，转眼间就对普京的亲侄女如此冷淡呢？这背后实际上是党内反习势力在向外界释放信号，表明他们不赞同与俄罗斯的深度捆绑，试图在外交上与习近平的路线进行切割。所以内部斗争无法掩盖时，外交舞台也就成了传递信号的战场。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黄仁勋。前一段时间，中共突然发难，说英伟达的芯片有暗门，可能导致信息泄露，要停止采购。外界一看，都觉得黄仁勋一直舔中，这次算是舔到铁板了。但事情哪有那么简单？中国的芯片技术远未成熟，怎么可能真的和黄仁勋翻脸呢？这很可能是一出黄仁勋与中共联手上演的苦肉计，而这出戏的目的就是为了迷惑美国人。黄仁勋通过被中共打压来洗脱自己与北京关系过近的嫌疑，从而继续在美国政界和商界活动，而中共则通过这个动作向外界展示一种中美脱钩，我也在主动搞的假象。然而像班农这种老江湖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班农破口大骂，直指黄仁勋是中共影响力的代言人，是最大的暗桩，要求将他抓起来，永远不准再进入白宫。而班农的愤怒则代表了美国鹰派已经看透了这种伎俩。他们知道黄仁勋这种人在台湾讲捍卫台湾利益，转头就跟大陆做生意，到了美国又批评美国的鹰派政策。
他游走在三者之间，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最终损害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这种现象其实揭示了很多华裔精英在美国政界的困境。无论是从台湾来的，还是从大陆过去的，一旦进入美国政界和企业界，很少有人能成为真正的保守派。他们往往面对双重诱惑，一边是美国左派和民主党的收买，另一边是中共用金钱和利益的收买。两面夹击之下，很少有人能站稳脚跟。你看那些华裔政客，几乎清一色都是左派，都在和中共勾兑。就连曾经被认为形象不错的赵小兰，后来也被发现与中共的渗透关系匪浅。这些人本质上是价值观不稳定造成的，他们享受着美国提供的自由和机会，却没有真正认同美国的立国之本，骨子里还是那套趋炎附势、见利忘义的逻辑。这些事情，外部世界是看得一清二楚的。美国国防部长宣布，在9月底把全球800多位将军全部召回华盛顿开紧急大会，主题就是把国防部变回战争部，强调战士精神。五角大楼的官员说得更直白，这是把所有马赶回马厩，狠狠抽起鞭子，让他们进入状态。所以美国也摊牌了，他们正在进行自上而下的战争思想整肃，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然而，真正让北京的算盘彻底失控的，可能还不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而是第三条引线——以色列。过去几十年，中共在外交上一直玩着一种左右逢源的游戏，尤其在中东，他一边和伊朗、叙利亚这些反美反以的国家勾勾搭搭，提供技术和武器，支持哈马斯建地道，另一边又和以色列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从以色列获取了大量的高科技。以色列方面出于一种历史上的感恩心态，因为二战时上海曾收留过犹太难民，所以对此也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种模糊的平衡，在习近平上台后被彻底打破了。习奉行的是一条清晰的与美国全面对抗的路线。在这条路线下，中东的那些邪恶势力，如伊朗、哈马斯，就成了他可以利用的棋子。他以为可以通过扶持这些势力来牵制美国，给美国制造麻烦。但他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等于直接触碰了以色列的生存底线。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小，但它拥有全球最顶尖的情报系统摩萨德和一支武装到牙齿的高科技军队。在国际政治的潜规则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你可以得罪任何人，但千万不要得罪以色列，因为他们是一个有仇必报，而且有能力报仇的民族。而且最近发生的2件事，标志着以色列的耐心已经耗尽了。第一，以色列议会代表团高调访问台湾，会见了赖清德。结果，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和外交部接连发出威胁，斥责以色列破坏一中原则，并警告说以色列要付出必要的代价。这是多年来中共第一次如此公开、直接地威胁以色列。这种战狼式的咆哮，对其他国家或许还有点用，但对以色列来说，只会被看作是小丑的表演。紧接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的演讲中，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字字句句都在敲打北京。他详细列举了以色列是如何在过去1年里系统性地摧毁了伊朗在中东的恐怖主义代理人网络，从也门的胡塞武装到黎巴嫩的真主党，再到加沙的哈马斯。他特别感谢了川普，说2人联手摧毁了伊朗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他说，世界不能通过牺牲以色列来逃避伊斯兰风暴，你必须和以色列站在一起。他还揭露了那些所谓种族灭绝的指控是何等荒谬，哈马斯把平民当人盾，而以色列军队则是在想尽一切办法让平民离开战区。这场演讲实际上是在向全世界，尤其是向北京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我们知道谁是这些恐怖分子背后的支持者，我们有能力清除这些威胁，而且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当内塔尼亚胡说我们重创了哈马斯的恐怖机器时，潜台词是你们投资的地道和武器已经被我们炸成了废铁。当他说我们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时，潜台词是你们偷偷输送的技术已经被我们连根拔起。这种基于事实和道义的强大叙事能力，是中共的小丑外宣完全无法比拟的。中共对以色列的战略误判是致命的，他以为以色列会像那些欧洲国家一样，在经济利益和绥靖主义的压力下，对中共的恶行忍气吞声。
但以色列的国家生存逻辑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同，他们是在敌人的环伺之下，靠着智慧、勇气和实力生存下来的。他们不会被经济利益收买，更不会被口头威胁吓倒。当中共选择和哈马斯、伊朗这样的种族灭绝组织站在一起时，他就在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档案里，从一个可以合作的伙伴变成了一个敌对势力。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共将要面对一个全新的，他完全不了解也无法掌控的对手。以色列的情报系统无孔不入，它的高科技打击能力精准而致命。中共那套靠着防火墙和暴力维稳建立起来的统治体系，在一个像摩萨德这样的专业情报机构面前，几乎是千疮百孔。如果以色列真的把中共视为敌人，它可以动用的手段将远远超出北京的想象。从策反高层官员，到精准破坏关键基础设施，再到揭露高层在海外隐藏的巨额财富，任何一项都足以引发内部的政治地震。内塔尼亚胡自己都公开说过，中国正在通过网络舆论战和扶持伊朗等方式围堵以色列。更重要的是，以色列人记仇也精。过去他们感念二战时的帮助，所以一直给中共提供技术。但自从习近平上台，开始反美、反以、反犹，扶持哈马斯、伊朗、叙利亚这些邪恶势力，中以关系就急转直下。当中共的黑客还在用冒名大纪元向白宫发送炸弹威胁这种下三滥手段，搞跨国镇压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在考虑如何从根本上清除对其构成生存威胁的敌人了。可见，如果中共真的把以色列彻底得罪了，那我看习近平那个包子脑袋能在脖子上待几天，真的很难说了。所以现在整个局势正在形成一个完美的风暴。在内部，元老派的反击已经进入实质阶段，用反腐的利刃一刀刀地切割习近平的权力基础，连王健林这样的红顶商人被限制高消费。而为了自保，习近平不惜豪赌国运，在新疆和重庆等地进行战争动员，试图绑架整个国家。在外部，美国正在进行战争准备。更致命的是，以色列这个曾经的模糊朋友，现在已经变成了清晰的敌人，一个可能从暗处发动致命一击的天使军团。而中共过去赖以生存的两大支柱，一个是高速的经济增长，用以收买人心，换取合法性；另一个是分化瓦解的国际策略，用以确保自己不会被全世界孤立。现在呢？经济上，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债务缠身，消费断崖式下跌，连昔日的首富都自身难保，普通人的日子更是举步维艰。国际上，他与整个文明世界为敌，现在又把以色列这样的强悍对手推到了对立面。这就像19世纪末的清王朝，慈禧太后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不惜向全世界11国宣战。他难道不知道打不赢吗？他知道，但对他来说，对外的战争是解决内部权力危机的唯一手段。今天的北京正在重演这一幕，经济基础已经动摇，唯一的执政合法性来源正在消失。这时候，外部的压力，无论是来自美国的贸易战，还是以色列的强硬，都会被内部的反对派当作攻击的武器。因此，习近平才会制造一场外部危机，用所谓的民族主义来绑架14亿人。然而，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的世界信息是无法被完全封锁的。当中国兰州的城管还在当街咬人，并试图封锁视频的时候，中共防火墙的核心机密文件已经被泄露，193名开发者的名单被公之于众。这种内外信息的巨大反差，使得任何基于谎言的战争动员都变得极其脆弱。习近平可能认为，接下来与川普的互动是分裂美台关系的最佳机会，甚至想用经济协议来换取美国反对台独的表态。但这本质上是一种对华府的战略藐视，是不会成功的。因为美国的战略核心利益是维持印太地区的稳定，一个持续稳健发展的台湾是这个战略的关键。而最终的结局很可能不是一场对外发动的热战，而是一场在4中全会上通过投票来完成的内部摊派。元老派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拿下李强和蔡奇这2位核心常委。他们也做出了妥协，可以留下赵乐际、丁薛祥、王沪宁和李希，以此来换取党内的基本稳定。从现在到开会前的每一天，都是双方进行最后一轮疯狂的拉票总动员。
一切军事动作、反腐抓人、外交发声，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一件事，在那场决定生死的投票中，让自己的人上去，让对方的人下台。这已经不再是一场普通的权力斗争，而是一次可能重塑中国命运的终极摊牌。留给所有人的时间真的不多了。这场大戏已经进入了最高潮，而最终的结局可能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来得更快，也更具颠覆性。